碰到了怎样的困惑？请看。他当初就是一个酒吧驻唱，没有什么正式工作。我给他提供衣食住行，后来呢，又出资让他开了一个物流公司。现在他就翅膀硬了，公司也正常运转了，开始经常的不回家，不接电话。他对我唯一的解释就是说，我现在就是拿你当姐姐。可是以前呢，我们俩在一起都2年了，以前怎么不是姐姐呢？我们俩是朋友姐弟的关系，我不是她男朋友。我需要一个解释，我接受不了。明明已经相爱2年，为什么你说我是你的姐姐呢？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的女嘉宾来，小牛33岁，来自天津实业。来，欢迎小牛，来有请。手里拿的是湿纸巾是吧？我站在后面的时候，我一想到即将能看见他的时候，我确实心里有点挺激动的。我这2、3个月以来，用了各种办法去找他，去他家里，去公司，有的时候堵着他了，他根本就扭头就走。他现在是刻意的回避我。我需要他跟我有一个正面的沟通。可是我们的记者在跟他联系的时候，他说你们就是姐弟关系啊。他撒谎，我们是情侣。那他是我的男朋友呢？我想让他亲口跟我说，为什么我怎么就是你的姐姐了呢？我在这个资料上面看，您今年33岁，是吧？是。您的男朋友只有22岁。是。比你小11岁。最初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没有问过对方的年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比我小这么多，他也不知道我比他大这么多。通过交往一步一步的产生感情，后来他知道我的年龄了，我也知道他的年龄了，但是我们还是交往了。你分析他现在这样是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他喜欢上别人了，但是他不承认。今天我们确实也请到了他。来，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小牛的男友小刘，来有请。小刘22岁，来自天津，来有请小刘。在你的眼里，你是他的男友还是什么？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就是姐弟，我一直拿她当姐姐，她也很照顾我。也就是说你不承认你们有情侣关系是吧？对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意见分歧呢？我们俩是在酒吧认识的，因为我以前也有过比较坎坷的感情经历，然后那段时间神经衰弱，经常失眠，我就去酒吧喝酒。那个时候他在酒吧驻唱，我经常给他送花，他下来敬酒，所以就这么认识了。好，对于你们的认识，您否定吗？我不否定。不否定。后来是他追求的我，他约我吃饭，约我出去玩，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工作、固定的住所，我给他提供了一间专门的客房，再后来我们就住在一起了。提供一间住房，那也叫住在一起吗？他只给你提供了一间住房。对。那个时候你把她当姐姐看。对，因为当初我们的关系一直就是在一起玩嘛，在一起玩，他对我也很照顾，经常给我捧场。然后我作为礼貌回敬他，请他喝酒啊，请他出去约他出去吃饭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礼貌。那你住进他家里也是出于礼貌吗？这个住在家里，这是因为之后在他家吃饭嘛，然后喝完酒之后就没开车回家。他说正好我这边有个客房，然后你就先住在这儿吧。只住了1天是吧？然后有这么几次，然后之后你就说你干脆你就是有空你就过来住，这样有时候经常会去。你经常是大概的频次是多少呢？在半年左右吧。
半年左右，这个期间会经常去。是当姐姐去的哈，看姐姐，然后就不开车回去。他撒谎，这半年左右，我们几乎是每天都在一起。我们每天一块吃早点，一块吃晚上饭。早晨他特别爱吃鞍山道那个排长队的煎饼果子。我为了躲过早高峰，早晨5点半我就得起，我去给他买。趁他睡醒之前，我就得把那热乎乎的煎饼果子送到他跟前儿。他下班之前的晚饭我就做好了。我这30多年也是一直被人捧在手掌心里的。我也是被人宠大的。我什么都没做过，我为了他，我为你做了多少？今天我过来这边，我不想谈这些，我只是想说明我们不想在一起，我不想和他在一起。他现在每天经常过来骚扰我的生活。之前朋友一块玩，挺好，都挺愉快，挺开心的。后来越来越开始触及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、我的社交范围。每天给我打电话，问我在哪儿了，干什么，一会儿去做什么。一会儿去见什么人，都要一五一十的跟他去汇报。就有一次印象特别深，那天开一个很重要的会，然后我有3块电池，全都给我打没电了，接着就给同事打。你要是跟我说你去哪儿了，我会这没完没了打电话。我开始跟你说过，后来你越问越气，我哪有那个时间跟你去解释？等等啊，我插问一句啊，你作为一个弟弟的，跟他说那么清楚干嘛？一开始你还跟他解释啊？因为刚开始有时候在一块儿晚上吃晚饭什么的，会聊到一些。后来他认为这就已经成为习惯了，像就是每天晚上回来吃饭的时候必须汇报工作。你不是说不是每天去吗？怎么又变成了每天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必须汇报工作？就是经常有一段日子就是经常会每天去，然后有一段日子是偶尔。为什么经常去呢？期间是这个期间，就是朋友关系还住着那儿都不方便啊。他自己一个人住，房子挺大的，那边挺偏的。几居室啊？3居。我朋友这么多，怎么偏偏我不给别人提供住所，怎么就得给你提供呢？那个时候在一块儿就你来住呢？在一起玩，你觉得很开心，大家在一块儿，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啊。小牛，因为我们来天津录节目，从北京过来也不太方便，我也认你当姐姐，没事去你们家住一下行吗？不行。我也不要求你早上给我买煎饼果子，什么晚上来做晚饭之类，就住一下。我们不是给你提供住所，你住人家干嘛呀？我就喜欢住姐姐家，你管呢？因为我们已经是男女朋友了。你们之间你认为的所谓的这个恋人关系的确立，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？你们有明确的说过？那天是我的公历生日，他带我到他驻唱的酒吧，他上台唱了一首歌，他说把这首歌献给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。你就觉得这是向你示爱了是吧？当时在酒吧那种环境下，会经常说我送给一些朋友啊什么的，这些话很正常啊。可是你说最重要的女人啊，因为他那阵儿对我已经很关心、很照顾、很好，然后我觉得他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你现在就是胡搅蛮缠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胡搅蛮缠了？你都到现在了，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不承认？你心里需要让我承认什么？你需要让我承认什么？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是我的男朋友。分手没有什么别的事情。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我住的地方采访，所有的邻居都知道，我们每天都是出双入对的。小刘有点着急。我觉得小刘他已经承认了。对。他刚才说。他说分手嘛，来分手的嘛。我来这儿分手的。别急。那小刘，我们再明确一下，今天来是来分手的，还是解除姐弟关系的？我现在想和他分开，因为他确实已经打扰到了我的生活、工作以及各方面的事情。好，那你现在不在酒吧唱歌了是吧？对。我看小片里说，你现在做的这份事业，实际是他出资帮你做的是吗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，当时他大概投了20万，然后其他的我在酒吧什么，演出什么也挣了不少钱，以前还有点积蓄什么的，然后差不多我那边拿了30-40万吧，然后我做了一个公司，然后当时以入股分红的那种形式。他是股东。对。从他创办这个公司以后，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他开始变得忙了，没有时间了。后来就是没有时间接电话了。再后来就是今天我有客户得陪客户，我今天不回去了。在那段时间还是说有借口的避开我。再后来就是根本就没有理由了。小刘，
你为什么不承认是恋人关系呢，或者叫情侣关系？因为从始至终，我们都没有涉及到，就是你做我女朋友吧，我做你男朋友，这从来没有谈过这样的话题。我只是住在他家，当然期间会有一些亲密举动。你是怎么界定男女朋友的？过马路的时候，你牵着我的手；看电影的时候，你搂我在怀里；晚上我洗完澡，我的头发都是你给我吹干的。生活上那些细节，你拿它讲出来干什么？刘老师那时候，你们是不是别说牵下手了，哪怕多睨儿两眼，可能就被人认为是男女朋友，对吧？现在，小刘觉得，就算住在一块儿有亲密举动，也是姐弟关系。你也这么认为吗？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无耻啊！啊，今儿不是来为了分手来了吗？对呀，有什么不可以承认的，小刘？我真的不愿意再这样纠缠下去。不是，真的没有。你现在你想，他为什么跟你纠缠？如果我跟一个女孩子谈了一场恋爱，我到最后都不敢承认说我谈过恋爱，说那是我一个妹妹或者我一个姐姐，她肯定会纠缠我。小刘弟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有一个前提是，谈过恋爱，不管男女，敢于承认是第一步。承认之后说不合适了再分手，那是我们可以帮助你解决的问题。但你要第一步都没法承认，咱说到明天晚上去。那好，那就算我退一步来讲，我承认我们之间是情侣关系，那又怎么样？我现在就是过来分手。好，我不想让你再继续纠缠我，影响我的生活，影响我的工作。这个我真的你这么说话就是不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一点精力都没有。来，别着急，小刘哈，为什么要跟他分手？他其实要个理由，你给他理由嘛。我们俩以前在一块儿挺好的。有一次，就是我察觉到他开始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，我去他公司找他，员工告诉我在旁边酒楼里请客户吃饭了。我找遍了那一层楼，看见他了，结果他跟他们客户说这是我姐姐，当时我就怒了。我把一瓶酒都泼他脸上了。好嘛，你也够爆的了啊！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为什么说我是他姐姐呢？他特别影响我啊，就不能让他找到我，找到我就不定能发生什么事情，想象不到。有一阵也是刚开始挺忙的时候，回去挺晚了，那时候凌晨有2、3点了，我开在我自己房门，然后床头上有一个纸，上面写着这就是背叛我的后果。啥后果啊？上面旁边有把水果刀，然后还有一根黄瓜被切断了。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，当时我就直接一点睡意都没有，直接我就走了。这不会是你做的吧？这么斯文一姑娘，我喝多了。是你做的？是。我觉得这都是轻的，因为我对他付出的太多了我在他身上投入的感情太多了。我就说嘛，他因为我们是互相的，我不是单方面的付出。如果你说你不喜欢我了，你告诉我，说我不喜欢你了，你走吧或者我走，可以为什么跟人介绍说我是你姐姐？就说我年龄比你大吧，那我们俩毕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半年多呀。我真的不想跟你无理取闹，真的这人太无理取闹。还有什么让你决定要离开他呀？他去我家找我，然后那天好像我不在家，然后我家住在302，他按302，一直按，没有人接那个门铃的那个电话，然后他按301，他跟邻居说你去敲一下302那家屋，看他有没有人。然后邻居当时就以为神经病就给撂，然后就继续摁，一直摁，差不多那一楼都被摁过来了然后没人理他，他就坐在楼群里哭。弄居委会大妈天天找我谈思想工作。大妈找你谈什么呀？就谈那小姑娘过来找你干嘛呀？她天天找你就找你嘛，你别打扰别人邻居啊。大妈说的对，你把它解决了，不就没这些烦恼？是我想跟她解决不掉她。咱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大了，你不觉得找一个和你年龄相当更合适吗？你认为我们之间那是爱情，那好，那就说成爱情。小六，劝你一句啊，这做人还是做得厚道一点。是爱情就是爱情，咱们可以大大方方的谈分手，但是咱们不能否定过去。否定过去，实际是我不用无耻这个词，否定过去是一种无知的表现。好，那些都不谈，
咱们现在就你就今天我过来解决这些问题。不是，我给你的建议很简单，你非常坦诚的面对他，我们哪里不合适，我到底有没有爱过你？我现在告诉你，现在能说的我都已经跟他说了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两个人相爱的话，年龄、钱、距离什么都不是问题。我认为我们两个人是相爱的，至少曾经相爱过。那些阻碍那么多，你怎么进行下去的？你对我有过感情吗？我对你有的是亲情。我承认我跟你在一起很开心，但是那些都过去了，咱们今天就说今天的事儿。我也不希望你拿我继续还活在过去的阴影当中。你忘不了那个男人，他对你那些个不好的地方，现在用在我身上。他就是老拿我以前的事儿说事儿。你觉得你不是吗？有些可能是道听途说，从我有些朋友那儿听说的。她过去的那个男朋友和她一个很要好的姐们儿，最后走到一起了。她心里一直对这些事情放不下。不是，她的以前那男朋友我看还行，至少她承认她跟他是男女朋友。她在爱别人，她在分手倒也没什么，也比不敢承认的好。今天好像你带了个朋友来是吧？想证明些什么是吧？来，我们请上朋友哈，来，有请。主持人好。好。我是刘刘的朋友。来，站上来。认识小刘吗？姓刘的，你有良心吗？平时跟我们姐妹在一起吃饭的时候、唱歌的时候，你们俩又搂又抱又亲又啃，算什么呀？是姐姐关系吗？我问你，算姐姐关系吗？你就是骗财骗色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骗财骗色？钱是他你当然什么？哎，骗我是吗？有钱我拿钱是吗？骗色谁是色呀？你不年轻的话能骗20万吗？不要问我给你20万块钱可能吗？少来一套吧你！等一下，之间我给他过2次，但是他每次都不要。你现在能耐了是吧？能挣钱了是吗？啊？外面是有人了？不承认是吧？真没劲，你真没劲。怎么没劲了？现在又没劲了是吗？别吵，你可笑不可笑啊你？别吵，你是他好朋友是吧？啊，我是好朋友。特别恨他是吧？他现在来否认的这段感情，别说结婚了，否认成姐姐了。你们是气愤这个是吧？气愤这个，其实如果他分手可以，怎么着都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这种态度否认了。当初你怎么哄的人家？现在你怎么对什么态度啊？当初他失恋，我安慰他，我哄他。难道不是吗？以前那温柔劲跑哪去了？其实我觉得人家要的很简单，你就是踏踏实实、定定心心的把最真实的理由告诉他，把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告诉他。现在我就是不想在一起了，我不想。如果你认为你那些钱，你觉得放在我那里不好，我可以一次性支付给你，你要现金要支票都可以，连本带息，我1分钱不会亏待你。我之前给他过2次，他拿出来钱，一张一张的在我面前。小刘，你别在这说钱的事儿了，很简单，咱不说啊，你是陈世美，但是不管你们俩怎么样，原来好过，哪怕你现在想分手了，就算被骂得狗血喷头，人家原来不是帮过你。你现在说我还你钱，你不要，我怎么着，你不让我走，都是你的错，你凭什么死皮赖脸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一句话就是，如果他有恩过于你，或者你们俩好过，最起码谢谢总有一句吧。有我表示过感谢。你现在完全是埋怨，你不让我走，你缠着我，你是妖精，是吧？你放我自由吧，你再不放我就跟你急。我不否认他曾经照顾我、关心我、对我好，那些事情我不会否认。小刘，我告诉你啊，人世间有些债是可以欠的，有些债是不能欠的。什么样的债不能欠？女人的感情的债。虽然你可以说我把20万连本带利还给你，但是这20万背后的情谊，以及在你人生最缺少机会的时候，他提供给你的资助，提供给你的机会，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，你在当时是心知肚明的，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你也含糊的接受了，你以为你可以还清。女人，如果她是一把沙子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你越捏越紧的结果是什么？沙子流走。如果它比较水的话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啊。它其实我觉得现在看已经可以翻篇了，而在他身上你得到了什么教训？你要知道自己在哪儿跌倒的，你要知道怎么跌倒的，你爬起来之后，你才能不在同样的位置再去跌倒。张老师啊，
这要是咱家闺女的话，当妈的怎么劝她呀？我认为她选择的时候，她就不太清醒。当初她就应该问清楚，都熟的这样了，半年都在一起，可以问问嫌弃不嫌弃我岁数啊？咱俩以后能不能白头到老啊？可能没到那时候，你觉得可能时间长了就行了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个享受当下就得想到后果。我想让你亲口对我说，你对我有过感情吗？我感谢你曾经对我的所有关心、照顾、爱护、帮助。我只想问一个问题，你对我有过感情吗？有过，但是我今天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。还有问题要问他吗？想清楚，给人家做一个道歉。你最不好的就不应该否定那些东西，否定了真的不好。接下来我就跟你说吧，有的时候不挽留是最好的挽留，有的时候挽留是最不好的挽留。还有一个就是尊严要不要，自我要不要。我觉得一个女人最可悲的是把自我给丢了，男人其实也一样。你们都在这个情感当中把自我给丢了。考虑好，每人给60秒的时间，说完进转门。来，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承认今天我态度不好，我说了很多过激的话，但是我很感激你，谢谢你曾经对我的关怀、照顾。我真心的希望你能有一个真正属于你理想的归宿，而不是我。今天来，只是想跟你把这个事情咱们摊开了说清楚，也希望你能把你过去的心结打开，坦坦荡荡的、开开心心的做人，好吗？我能再抱你一次吗？拥抱以后再分手啊！其实你要把话说清楚了，分手并不难，好好处理吧。未来他在生活当中可能还有困难，做朋友都会帮他忙。一定会啊，一定会。请回，谢谢，谢谢。